好，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周一发布消息称，俄军与被围困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军代表进行谈判，双方已经就转移伤员达成了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的视频讲话中则表示，乌军开始从亚速钢铁厂撤离，接下来冲突焦点将转移至顿巴斯地区。目前，乌军已携北约军援开赴前线。据央视新闻报道，周一，亚速钢铁厂所在地区进入了静默状态，并开辟了一条人道主义走廊，将受伤的乌克兰军人运送到顿涅茨克新亚速斯克的医疗机构，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发布消息说，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内的亚速营武装人员和乌克兰军人从周一开始走出并放下武器。一昼夜内，共有265人放下武器并走出，其中51人为伤员。所有需要进行医疗救治的人员均被送往了位于顿涅茨克的医院进行治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证实，乌军开始从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撤离。感谢乌克兰的军方情报部门、谈判小组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尽可能地拯救我们的人。我要强调，乌克兰需要我们的英雄活着，这是我们的首要原则。我想，所有高尚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当天凌晨，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发表视频讲话称，周一共有53名重伤员从亚速钢铁厂被运送至新亚速斯克，另有211人被运送至叶连诺夫卡。撤离其余亚速钢铁厂守军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塔斯社等俄媒报道，新亚速斯克受顿涅茨克方面控制，叶连诺夫卡受俄方控制。乌克兰军方周二还表示，乌军已经完成了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任务，目前正努力在最后一个据点撤离所有剩余军队。路透社称，在长达数月的冲突后，马里乌波尔的控制权最终移交给俄罗斯。这次撤离可能标志着俄乌冲突中历时最长的战斗的结束，以及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失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呢，可以算得上是一种体面的投降啊，因为这个马里乌波尔现在，被俄军这个围困了80多天啊，那包括亚速钢铁厂啊，也是一直处于一个接近于人道主义灾难的这样一种状况下。那么最终呢，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要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出路。260多名守卫马里乌波尔的乌军从亚速钢铁厂撤出，这意味着什么？俄乌军事冲突今后会怎样演进呢？乌军从亚速钢铁厂撤出呢，意味着乌军在乌东地区这个抵抗的失败。尽管俄乌双方都没有用令对手难堪的字眼，但是乌军失守亚速钢铁厂，则象征着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失败，意味着呢，俄军在第二阶段战役中取得较好的战果。第一阶段战役呢，以俄军这个进攻基辅为标识，以俄军的撤退而结束。那么第二阶段战役呢，是以俄军解放顿巴斯地区为目标。现在这个俄军端掉了亚速钢铁厂这个坚固的堡垒，那么未来2周呢，恐怕会实现军事目标。接下来呢，俄乌军事冲突会怎么演进呢？大概有3种可能：一是俄罗斯宣布解放顿巴斯地区获得了胜利，俄乌呢开始战后谈判，划分势力范围；二是俄罗斯继续和乌军作战，扩大这个战果，夺取乌克兰南部地区，尤其是港口城市奥德萨。如果这个美欧想尽快的结束战争，从军援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转向促谈讲和，那么就可能呢从战争走向和谈。如果美欧呢继续本着削弱俄罗斯而军援乌克兰，那么战争呢还将继续。俄军呢正在补充兵员和武器，美国参议院呢也投票同意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援助，这似乎意味着呢战争还将进行。不过呢，欧美间呢已经就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产生了分歧，欧洲国家呢对制裁俄罗斯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些外部力量的变化呢，今后可能会呢影响这个俄乌军事冲突的进程，我们呢还要继续的观察。